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九哥。在我们印象里，亚特兰蒂斯是失落的大陆文明，而实际上在传说中有4块大陆沉没在海洋中，分别是亚特兰蒂斯大陆、母大陆、雷姆利亚大陆和根达纳大陆。那我们今天就从母大陆说起，因为在150年前还有人记得母大陆的存在。在母大陆上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和美丽的风景，这里的文明历史至少要追溯到5万年前。那么这个美丽的传说之地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1868年，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时，当时印度中部发生了大饥荒，殖民宗主国英国派兵增援。当时有一个喜爱东方文化的军官詹姆斯·乔兹瓦特陆军上尉，与当地的居民和僧侣关系非常友好。詹姆斯渐渐学会了当地的文化和奇妙的象形文字，后来他与当地的高僧一起研读到了这里寺院秘藏的古老粘土板，而这块粘土板上记载的就是从母大陆派来印度的神圣兄弟纳卡尔记录的母大陆情况。那个发现令乔治瓦特大为惊讶，他发现在柬埔寨以及太平洋群岛，甚至在西藏都流传着失去的母帝国的故事。经过长期研究，他确信几万年以前地球上确实存在一个母大陆。在之后，母大陆这个词又有英国科学家奥古斯都·勒普隆于19世纪重新提出来，并且在他的讲解中说得更为清晰起来。在他的介绍中说，母大陆东起夏威夷群岛，西至马里亚纳群岛，南边是斐济、大溪地群岛和复活节岛。母大陆东西长8000公里，南北宽5000公里，总面积约为3500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大陆上，统治陆地的国王称为拉姆，拉代表太阳，姆是目前的意思，因此母大陆是遵从太阳神的一个国家。20世纪初，在一本名为《太平洋之谜》的书中，首次提出了远古时期太平洋曾经有过一个高度文明发达的大陆。此后，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研究屡见不鲜。英国的学者们在通过大胆的假设和广泛的调查之后，为人们勾勒出了远古时期太平洋中母大陆的样貌。据很多专家研究推断，母大陆文明诞生于绿意盎然的大地，这是地球上第一个大帝国，名为母帝国。母大陆没有险峻的高山，只有看不到边的绿色平原和低矮的丘陵。在这片土地上，土壤肥沃，植物繁茂，各式花果可是四季飘香。母帝国拥有众多的城市，首都叫做希拉尼布拉。这座城市人口众多，十分繁华，街道上铺设着整齐的石板，街道两边建筑都以金属装饰，看上去富丽堂皇。母帝国的人们还非常喜欢莲花，莲花是这里的国花。从这可以了解到，莲花这个植物也是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母帝国的人们智慧极高，他们精于航海，能够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最初他们向东航行，从中美洲到达了南美洲，创建了卡拉帝国。后来他们向西航行，在南亚的缅甸登陆，沿着印度方向建立了纳卡帝国。相传纳卡帝国的科学技术在后来甚至超过了母帝国，他们发明了飞行器。他们坐着飞行器经常飞回他们的老家母帝国，并为家乡的人们带回去了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据说地球上有3块大陆先后沉入了大海，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的是大西洲，也就是亚特兰提斯。20世纪以来，有众多的学者认为，曾经拥有高度文明的母大陆也已经沉入到了海底。他们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忽然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火山喷发和地震同时降临，母大陆的大地像是海浪那样起伏。接下来是火柱冲天，海水涌向陆地，人们无处可逃。母大陆逐渐消失在汹涌的太平洋里。这样说的证据来自于1863年法国的一位学者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图书馆里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尤卡坦记事的手稿。这位学者根据手稿中玛雅象形文字草图，找到了2处一个名叫母的大陆，因火山爆发灾难而导致消失的陆地。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们都认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复活节岛就是属于母大陆的一部分。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幸免了这场灾难，并没有沉入海底。现在岛上众多的巨人石像和刻有文字的石板
很有可能就是姆大陆文明时期的遗物。波纳佩岛附近南马特尔小岛上的建筑遗迹是以亡灵所在的神庙岛为中心而来的，共有91座人工岛，每座岛上均有高约10米的玄武岩石城墙，岛上还设有防波堤、牢狱等，据说这也是姆大陆的遗迹。那姆大陆的居民后来究竟去了哪里呢？根据传说所发现的姆大陆遗迹，法国的一位学者写了一本叫做《姆大陆女王和埃及斯芬克斯》的书。这本书认为，我们所熟知的埃及文明其实正是姆大陆人所创造的，名为伊西斯埃及女神，实际上是姆大陆的女王姆。她因为宫廷政变而逃亡到了埃及，并且那个著名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就是由她兴建的。有一些学者认为，最有可能是姆大陆后裔的人应该是古代的印第安人，理由是他们也和姆大陆人一样，有刻画符号这样被称为人类最早的人字，而且还都崇拜太阳神。然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美洲的玛雅人才是更有可能是姆大陆人的后裔。他们主要证据是美洲大陆的尤卡坦半岛上那座著名的玛雅城乌斯马尔神庙，神庙墙壁上的碑文这样写道：这座建筑物是为了纪念名为姆的西部神秘大陆而建造的。有的学者甚至指出，人类的文明发源就是姆大陆，继而传播到了美洲大陆，然而又从美洲大陆传播到了大西洋上的大洋洲，最后才从那里传播到了埃及、欧洲和非洲。就在最近，亚洲这边日本学者提出，姆大陆就是中国和日本民间传说中的龙宫城。姆大陆一直潜伏在太平洋底，甚至有研究支持姆大陆遗迹的坐标就在台湾和日本之间。台湾宜兰的不远处就有姆大陆远古文明的遗迹。这样的结论无疑让人兴奋，也将亚洲文明嵌入到姆大陆的传说之中。这座已是姆大陆的海底古城，可能就是琉球群岛与中国大陆连接时的古文明。这无疑对中国和日本的考古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由日本木村真昭教授领衔的琉球大学海底调查队的最新报告，整个石垣岛都布满神秘古代文明留下的建筑、雕像和拱门等，它们非常突兀，在目前的中国和日本的现存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资料，就像是被外星人建造的一样。甚至最近也发现了雕刻在石墙上的象形文字，让人不禁感叹，原来造字不是仓颉，而是姆大陆人。另外，很有可能我们中国神话中的诸多人物，包括《山海经》里描述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来自于姆大陆。木村教授认为，这个在石垣岛发现的神秘海底遗迹就是姆大陆的遗迹。冲绳周边的海底就埋藏着日本须佐之男传说息息相关的姆大陆文明。他将解释日本民族来自何方，并且对沉没在海底的姆大陆文明，即是神话中的海底龙宫，有了一定的证实。这也让很多在研究突然消失的今文明世界人有了希望。与此同时，法国人种学家布伦伯格在研究玛雅课本时惊奇地发现，课本中竟然记载着在史前时代有块大陆被海水淹没。通过整合各种材料，布伦伯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姆大陆文明可能就深藏在大西洋洲中，并深深影响了埃及和中美洲。姆大陆的流民来到古埃及，利用先进的技术迅速掌控了这里，成为了埃及的王。而另一批流民则奔赴中美洲，成为了玛雅人的祖先。中美洲的学者则称姆大陆沉没在太平洋底。夏威夷和复活岛都有相关的传说和记载，并且中美洲古文明的覆灭和火山喷发有关。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就是姆大陆文明覆灭、流民创建新的文明的记载。而对于中美洲盛行太阳神膜拜，很多人认为就是源于姆大陆人对火山的敬畏。更有人表示，姆大陆的覆灭不是火山喷发有关，更有可能是史前核武器有关。有趣的是，《山海经》中记载了一个叫做拔的女神，她曾经在黄帝大战蚩尤时出现，而且这位女神的样貌与能力都与中美洲的太阳神甚至于核武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印度的摩诃婆罗多中记载，大神黑天作为调解人，以天神的名义明令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但由于人类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所有剩下的超级兵器被打得粉碎，扔到了海底。这有可能就是史前核不扩散条约和核武器销毁行动。在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2枚原子弹之前，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摩诃婆罗多宗的武器不过是夸张的传说故事。然而，当原子弹在二战末期被投下之后，人们再度审视这部古印度经典，发觉核大战可能在数万年乃至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发生，结果导致了姆大陆文明的毁灭。苏联学者戈尔波夫斯基在恒河流域研究一具古人的残骸时，惊奇地发现其体内放射量比正常人高出50倍之多。最后说一下，在我国前岸的大堤湾遗迹中，曾发掘到了一处面积达130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这座宫殿所用的建筑材料为料浆石和砂石混凝而成。这很奇怪，因为经过分析，这种绽放出来黑色光泽的物质和现代水泥成分极为相近。可是大堤湾遗迹距今至少有5000至7000多年。从大堤湾遗迹中发现的种种痕迹来看，能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曾经拥有过灿烂文明的母帝国很可能是确实存在过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